果你发现一直有人盯着你家窗户，你会怎么应对？早上我拉开窗帘，突然发现楼下有个奇怪的男人，透过他木讷的眼神，我很快觉察到他在望着我。他想干嘛？这种被窥视的感觉真的让我反感。我怒视着他，好在他最后识趣的离开了。我没再多想，谨慎地锁好门去公司上班。一到公司，小美就跑过来告诉我昨晚发生的大事。听说咱小区昨天晚上有个女孩被害了，凶手提前躲在衣柜里面，等主人晚上回来后侵犯并杀了她。咱们小区代入感太强，我已经开始害怕了。凶手会不会是早上那个奇怪的男人？我是不是被盯上了？果然在晚上回家时，透过身后的人影，隐约觉得身后有人在跟着我。想起早上小美的话，瞬间汗毛竖起，我不敢回头，只能加快脚步跑到家，迅速反锁好房门。喘了好一会儿，我想着上网转移一下注意力，随后看到网页中一则信息，最新的实景地图已经上线，并且街道的拍摄工作已经完成。出于好奇，我也赶忙输入了自家的地址。在搜索完成后，屏幕中出现了家附近的场景，我顺着街道找到了自己的家。突然出现的画面让我不寒而栗，有个人正在望着我家。在把照片放大后，我发现那个人就是早上看到的男人。惊恐之下，我又拉开了窗帘，透过窗帘的缝隙朝窗外看去，果然那个奇怪男人还在窗外看着我，我身体也控制不住地抖起来。随后这个男人好像知道自己被发现了一般，堂而皇之地迅速走进楼梯，我甚至能清晰地听到他快速上楼的声音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我顺着猫眼向外望去，男人面无表情地停在门外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连续急促的门铃声之后，可能是见我长时间没回应，于是便干脆敲起了门。我的心脏也在他一阵阵敲门声中提到了嗓子眼，双腿也不听使唤一样瘫倒在地。突然门外的男人说话了：“你在吗？能开门吗？从前天开始，我注意到你家有点奇怪，你开下门，我来帮你看看。”听到这，我慌忙去抽屉里拿出了水果刀。我并不想具体听他讲什么，心里确信这个男人有问题，于是我冲着门外喊道：“我报警了，警察很快来。我不管你是谁，你赶紧走。”果然，外面瞬间安静了很多。来不及多想，我赶忙开始打电话报警，并一边看着电脑里的照片，一边把那个男人的相貌特征告诉警察。就在这时，我忽然发现照片中男人所看的方向就是我家的阳台窗户，但是那里好像有个人，从体貌特征看那不是我。难道说家里已经进来了人吗？我惊恐得不敢言语。下一瞬间，听到身后的柜门慢慢被打开，我意识到不对，起身刚想往门口跑，一个粗犷的手臂锁住了我的喉，同时我嘴上被用一块奇怪味道的手帕遮住。他拖着我往房间里面走，我尽全身的力气想挣开他的手臂，但丝毫没有用。到了卧室，我被重重地甩在了床上，他面色狰狞，充满猥琐。在我失去意识的前一刻，我仿佛听到房门被撞开的声音。再次醒来，我发现我躺在医院内，身旁的警察给我描述了经过。由于近期入室案件频发，市里的刑警早就对我们小区进行布控，而那个所谓在楼下偷窥和跟踪我的男人，其实就是警察。由于不确定我屋内嫌疑人的身份，所以才对我暗中监视保护。在我受迫害的前一刻，如同天神般救了我一命。多日的压力和紧张，终于在这一刻爆发出来，不争气地哭了起来。等我情绪平复些后，拿起手机开始看视频。这件事很快被报道了出来，下面有个评论：独居是女孩们的权利，而不是伤害她们的理由。我反手就点了个赞。如果你半夜听见门外传来女人的求救声，随后竟戛然而止，你会不会打开门看看？这并不是电影情节，这是发生在我身上永生难忘的经历。我就是所谓独居并且安全意识特别高的人。以前住在楼层比较低的房子，我不在家的时候窗户都不开，晚上睡觉更是要关上窗户拉上窗帘，属于那种不允许有一丁点不安全概率的存在。可后来公司搬到了郊区，我便新租了一套房子，房子是一梯2户的老小区，旁边邻居也属于常年无人居住的状态。原本一切都很平常，但某天夜里一声尖叫彻底打破了这份宁静。大概夜里凌晨3点钟，刚入睡的我被一声刺耳声惊醒了，一个非常清晰的女人声音喊着：“救命啊，杀人了！”那声音就来自于楼道，似乎就在我门口。然而更可怕的是，伴随着女人的求救声，砰砰砰，家里门竟被敲响。我面对突如其来发生的一切已经彻底懵了，大脑也在迅速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然而门外女人的求救声却越来越小，然后突然就没声了。我隐约觉得不对劲，因为按理要是一般的夫妻吵架，至少还有吵架的声音，起码得来回掰扯几个回合吧，这怎么喊完救命就没声了呢？突然我瞬间清醒，心里想着：妈呀，不会是出事了吧？正在这个时候，门外一个小女孩的哭泣声传了过来。小女孩哭得非常伤心，声音中夹杂着恐惧跟绝望。听着女孩的哭声，我
我在脑海中甚至脑补了刚刚发生的事情：一个嗜酒如命的男人酒后再次家暴了女人，甚至还动手打了女儿。母亲见此情景还了手，没想到招致更疯狂的殴打。最后，这位母亲当着女儿的面停止了呼吸。想到这儿，我真的很怕，但同时这也唤起了我心中的母性光辉。于是我蹑手蹑脚来到房门前，因为这是老式防盗门，没有猫眼，我就打算从门缝轻轻地打开门看一下。然而当我的手刚放在门把手上，还没拧动的时候，突然听到门外有人走路的声音，那鞋子拖在楼道的水泥地上，发出呲呲的声音。此时我一下子冷静了下来，因为我发现自己并不安全，这个老式防盗门很脆弱，如果坏人真的发起疯来，撞开这门真不是难事儿。想到这儿，我第一时间光着脚去厨房拿了一把菜刀防身，心想一旦这个人破门而入，自己也能稍微招架一下。此刻虽有刀在手，但我还是无比紧张，回想着刚才女人的求救声，心中觉得非常不安。于是我躲进卫生间打了110，人在极度害怕的时候真的发不出声音来。我颤抖着断断续续小声告诉警察自己在哪个小区哪栋楼哪一户，让他们快来。随后就把手机调成了静音。1分钟后，一个私人手机号码打来了电话，对方称是我所在辖区的民警，确认位置信息，并询问我能否确认屋外人员有没有携带刀具之类的。我只能说自己确定不了。警察说好，别怕，他们马上到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似乎听到了有人在开我家门的声音。真的，我这辈子都没这么恐惧过。躲在卫生间的我又给那位警察发了个短信，他在开我的门，快来！我手中握紧菜刀，大气不敢喘。就这样等待了无比漫长的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门外响起了严厉的叫喊声跟搏斗的声音。又过了会儿，响起了敲门声，同时门外有人喊着：“你好，我是警察，已经没事儿了，你开门吧，人已经被我们带下楼了。”听到这个声音，我瞬间放心了下来，激动着打开了门。只见门外站着一个高个的警察。随后我迫切地问：“那个女人跟小孩呢？”警察一脸茫然：“什么女人小孩？刚刚楼道里就只有一个男人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音箱。”看到这个音箱，我愣在原地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回想自己的经历，我只觉得是死里逃生。如果我真的动了恻隐之心，打开了门，那后果真的不好说。后来我便果断地搬了家。如果你在评论区跟人吵起来，而那个人半夜来找你，扬言要杀了你，你会怎么办？这疯子这么快就到了，下一秒他发来一句话：“嘿嘿，我来杀你了。”无法呼吸的我拼命抑制住狂跳的心，裹紧被子，僵直地坐在床上，眼睛紧盯着手机。黑色头像发来消息：“我在楼下了。”紧接着他又说：“我在电梯里了。”2分钟后，他发来新消息：“我在走廊里了。”寒意彻骨，我不禁开始发抖，心脏几乎蹦出胸腔。1分钟后，消息再次弹出：“我在门口了。”我猛地坐直，透过虚掩着的卧室门看向客厅，不远处就是防盗门，静静伫立在黑暗之中。在它之外正站着一个可怕的疯子。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因为在评论区骂人而招惹上这种事，现在真是无比后悔。如果时间能回到2个小时前，我一定做一个温和有礼的短视频用户。敲门声骤然响起，我一个机灵强忍住恐惧走下床，手中紧握着刚从厨房拿的菜刀，手心里沾满了凉汗，悄悄抵至门口。我慢慢把眼睛贴到猫眼上，向外望去，赫然看见门外站着个人，他低垂着头，五官藏在帽檐的阴影里，看不清脸。他穿了件全黑色的塑料雨衣，把主要的面部特征遮挡得严严实实。我盯着他，紧咬嘴唇，不敢大声呼气。这个要杀我的疯子，仅与我有一门之隔。急促震耳的敲门声一下下撞击着我紧绷的神经，猫眼里他越凑越近，然后猛地将眼睛贴上来，一只布满血丝的眼珠占据了整个猫眼，他直勾勾地与我隔着猫眼对视，似乎能看到我一样。我擦！我不小心惊呼出声，左手握紧菜刀，屏住呼吸。我用另一只手快速给安警官发了消息：“安警官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就站在门外。”好的，我们马上到，千万不要开门。奇怪的是，信息刚发完，敲门声戛然而止，夜晚重归于静。什么情况？他走了吗？我不敢放松，重新顺猫眼向外看去，那个身穿黑雨衣的人不见了。昏暗的走廊内空荡荡的，空无一人。我吞了口唾沫，只感觉浑身冰凉，冷汗如瀑，盯着猫眼又直看了好一会儿，这才放下心来，便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卧室走，手指划拉着电话屏幕，看着他刚刚给我发来的几条消息，简直毛骨悚然。突然，下方一条新消息猛然蹦入眼帘：“我在你背后。”我大叫一声，挥刀就朝身后劈去，黑暗中刀刃劈了个空，什么都没看到。赶紧点开灯，喘着粗气环顾整个客厅，除了我根本没有第二个人。抹了把汗涔涔的额头，我握着菜刀愣了好一阵，然后一屁股瘫倒在沙发上，手指都在哆嗦，吓死老子了！我才反应过来自己被整了，那疯子进不来门，所以离开时特地发一条唬人的消息来吓我，真该死啊！手机又响了起来，是安警官发来的，嫌疑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，穿黑色雨衣，身上还有刀，我们在小区门口了，你下来确认下嫌疑人吧。太好了，心总算放下来了。缓了一会儿，我开门向楼下走去。很多人喜欢伴着手机入眠，而我的习惯是把手机放在客厅充电，
现在正有一个女人在尝试解锁我的手机。正当我以为刚才是一个可怕的噩梦的时候，我听到了客厅传来了那个让我毛骨悚然的声音：人脸解锁失败。我猛地一下子坐了起来，这不是梦，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回来了，回到了凌晨3点这一刻。或许这是上天给我的一次机会。我攥紧拳头，我必须要拯救外婆和自己。我看了眼桌上的闹钟，再过1分钟，外婆就会起来上厕所。我必须趁着这1分钟进入外婆的房间，阻止她出来。我悄悄探出了头，女人还站在那儿，伸着脖子，尝试解锁我的手机。我想要迈出脚步，但恐惧让我犹豫了。我看了眼闹钟，只剩下30秒钟。这一刻，我鼓起了全部的勇气，我以最快的速度一侧身，闪进了外婆的房间，又反手锁了门。外婆刚好准备下床，她茫然地看着我，她刚要开口，我冲过去捂住了她的嘴巴。外婆别出声，我压低声音，喘着粗气说道。外婆被我吓到了，不明所以委屈地看着我。我没有时间和她解释，我拿起外婆放在床头的手机，准备报警，但让我绝望的是，她的手机没电了，为什么不充电？我气急败坏地压低声音问道。外婆委屈地看着我，摆了摆手，我忘记了。他的表情无辜的像个孩子。我知道他犯病了。此刻我又绝望又无奈，唯一可以联系外界的手机也暂时没电了。但好在我已经锁上了门，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充电，然后开机报警。突然我听到了脚步声，那个脚步声很奇怪，就好像那人是踮着脚尖走路的。那女人朝着这里过来了。等等，我浑身一个机灵，我的房间的门锁上插着钥匙，这个钥匙也可以打开外婆房间的门。外婆，你躲起来！我焦急的想让外婆躲在床下，床下脏，我不去。外婆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，我急得快要哭了。脚步声停在了门口，我听到了钥匙被拔出来的声音。完了，来不及了！我发疯似的将外婆往床下推，可是外婆就是固执的不进去。这一刻，我彻底崩溃了，我哭着爬进了床底，巨大的愧疚彻底将我淹没。我做了一个这么肮脏的事情，我放弃了外婆，自己躲进去了。很快，我听到了门把手转动的声音，那女人进来了。巨大的恐惧扼住我的心脏，我喘不过气来。你是谁？你怎么在这里？外婆问出了同样的问题，但很快她的声音便在闷哼中戛然而止。我的眼泪早就糊满了整张脸。外婆倒了下来，似乎是巧合，她的身躯刚好堵住了床的缝隙。女人一时并没有发现躲在床底下的我，但是那女人杀死外婆后没有离开，她在寻找我。她知道这里住了2个人，我浑身颤抖不已。那女人在房间里徘徊了很长时间，但似乎并没有发现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觉得身后传来一道毛骨悚然的视线，我颤抖着转过头，一张诡异带笑的脸贴在地面，眼珠子凶狠地瞪着我。她的一只手伸进床底，抓住了我的脚踝。我拼命地用力踹着女人的手，可她像是不知道疼痛一般，硬生生地将我从床底拖了出来。下一秒，疼痛感再度袭来，我再次失去了意识。我粗喘着惊醒，又是凌晨3点，我再一次回到了这一时刻。而此时客厅又一次传来那个让我恐惧的声音：人脸解锁失败。人脸解锁失败。凌晨3点，我听到我放在客厅充电的手机发出了语音提示，我浑身汗毛瞬间竖起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有一个习惯，睡前手机充电一定是放在客厅里。人脸解锁失败，我又一次听到了这个提示。为了更好地照顾80岁高龄并且有轻微老年痴呆的外婆，我的门一直是虚掩着的。开始，我以为我的手机出现故障了，但很快我就发现不是，因为我听到了人的喘息声，很轻，就那么一下。但我的耳朵还是清楚地捕捉到了。此刻我心跳得很快，冷汗从我后背缓缓渗出，一个念头清晰地在我脑海里浮现：有人进入了我的家中，会是谁？贼吗？还是什么入室抢劫犯？不管是哪个，我都希望他能知难而退。家里根本没多少现金，所有的钱都在我的电子银行里，但很显然他还在试图解锁我的手机。我蹑手蹑脚地下了床，悄悄地扒在门边，探出头。这一瞬间，我瞪大了双眼，我看到一个很高的女人站在我放手机的桌子前，她探着头，弯着腰，身体扭曲成一个奇怪的弧度，伸长脖子，而我的手机不断地发出人脸解锁失败的提示。我紧张的冷汗都出来了。她的头发很长，像杂草一样胡乱地堆在肩膀上，似乎很长时间都没有梳理过了。我家房子的门锁是防盗锁，走廊上没有监控，但一直以来都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。这个女人到底是如何进来的？这时我看到了厕所的门晃了一下，我感到了微弱的风。很显然，厕所的窗户没关，我们住的地方厕所的窗户对着外面的公用通道，那女人是从厕所爬进来的。外婆的房间就在我隔壁，我心里拼命祈祷着外婆不要起夜上厕所，但是我的祈祷并没有生效。我听到了外婆下床的声音，女人伸着的脖子一下子缩了回来，她猛地扭过了头。我躲在门后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那一瞬间，我看到了女人手里握着的是一把尖锐的刀。我是个平凡的记者，外婆又已经80岁了，我们根本打不过那个身强力壮的女人，而我的手机偏偏还在那女人面前。隔壁的门开了，我听到了外婆蹒跚的脚步声。漆黑中，她的视线不太好，很显然她看到了那个女人，但她以为那是我。小右，你怎么大晚上穿着外面的鞋子啊？你刚下班回来吗？我听到了外婆的声音，我心里疯狂大喊着：外婆，那不是我，不要靠近她！外婆，快点回去！那女人动了，虽然我看不见，但我听到了脚步声。外婆终于意识到了那人不是我。你是谁？你怎么在我家房子里？外婆虽然有老年痴呆，但犯病的时间不固定，她有时候是清醒的。这一刻，她显然非常清醒。我焦急地死死攥紧拳头。外婆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，那女人是拿着刀的，我必须立刻出去救外婆。但同时，我却发现自己懦弱的竟然迈不动脚步。强烈的恐惧让我只能缩在门后面。我外婆还在大声询问那女人是谁，但紧接着她的声音戛然而止。就这么一下，
外面死一片的寂静，我的心脏快要从胸膛里跳出来。这时，我听到了外婆闷哼了一声，我的眼泪从眼里喷涌而出，我肩膀颤抖不已，紧紧地捂住嘴巴。我知道外婆被他杀害了。我蹲在地上，屏住呼吸，不要发现我，不要发现我。我不断地祈祷着，但上帝没有听见。我感觉到了门外传来了呼吸声，我抬头看见那女人的头从门缝里探了进来，她咧嘴笑着看着我，眼睛瞪得极为夸张，我能看见她眼里的红血丝如同蛛网一般。我惊恐地尖叫起来，女人朝我扑了过来，我感受到了一阵尖锐的疼痛。下一刻，我失去了意识，我猛地惊醒过来，桌上的闹钟刚好走向了3点。刚刚的一切难道是梦境？正当我以为那只是一个可怕的噩梦的时候，我听到了客厅传来了那个让我毛骨悚然的声音：人脸解锁失败。我在某鱼上买了个2手手机，结果到货后发现这台手机竟然没有格式化。打开相册一看，原手机主人还是个高大帅气的男生，这下可赚到了。要是能借这个机会发展一下关系，嘿嘿嘿！我一边想入非非，一边美滋滋地欣赏帅哥的盛世美颜。指尖一滑，翻到下一页时，我整个人都呆住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手机里怎么会有我的照片？我仔细看这张照片，那还是我高中时拍的。我扎着马尾，穿着校服，一脸青涩。这张照片离现在都快7、8年了。原手机主人为什么会偷拍我，还把照片保存这么久？难道他是个偷窥狂，要对我意图不轨？不对呀，那为什么这些年都没下手？我继续翻着手机里的照片，1张、2张、3张，越来越不对劲。这些照片记录了我从高中到大学，再到参加工作的时光。最近的一张是在几个月前，我和闺蜜在海边的时候。原来这么多年都有一个人在背后偷偷看着我，这怎么越想越瘆人呢？简直细思极恐，我的冷汗直往外冒，这丫绝对是个变态。幸好我掌握了证据，不然都不知道自己离危险有多近。正当我想报警的时候，门铃响了。小姐，有您的快递，麻烦签收一下。我想都没想，直接说先放门口吧。说完这句话，突然回过神来，不对呀，我都没买东西，哪来的快递？我屏住呼吸，僵硬地看向门的方向，手指不自觉颤抖起来。门外的人应了一声，把东西放下走了。我蹑手蹑脚跑到门口，透过猫眼看到外面没有人，我小心翼翼扭动门把手，左右环顾后把快递拿了进去。打开快递，里面居然装着一套性感内衣。我拿出来一看，好家伙，连尺码都合适，谁这么恶搞我呀？我有些疑惑，脑子里第一个闪现的是我闺蜜小关。小关在这方面总是有很多大胆的举动，去年生日还送了我一个小玩具，所以今年送我情趣内衣毫不奇怪。只是距我的生日还有1周时间，想来是她的礼物买早了。我打开手机，正要跟小关说收到了，正在此时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，送你的这套内衣喜欢吗？穿上我看看。我的心跳骤然加快，这人是谁？什么叫穿上我看看？我看了看周围，又把家里的房间都转了一圈，没有人。到这里，我可以肯定这内衣不是小关送的了，他不会那么无聊。是谁恶作剧，我也不想知道了。我把放内衣的快递盒丢在鞋柜旁边，已经快10点了，明天还要上班，我得赶紧睡了。我麻溜钻进被窝里，刷了会手机，还把刚才的事告诉了闺蜜，让她帮我分析是谁要整我。闺蜜很久没说话，我的眼皮也撑不住了，拿手机的手垂在床边，倒头睡了。半夜，我迷迷糊糊听到门把转了一下，我微微睁开眼，撑着身子仔细听了会，又没声音了。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声音，又躺了下来，点开手机看了眼时间，凌晨1点。映入眼帘的还有一条闺蜜的消息，我点开看了一眼，瞬间睡意全无。有没有可能送你内衣的人就是手机卖家？这条消息吓了我一大跳。如果这个猜想是真的，那么卖家已经知道我的地址，后面可能会发生什么根本无法想象。我手抖地发过去，不会吧，别吓我呀，大晚上睡不着了。闺蜜估计早睡了，我却彻底被吓醒了。本想开灯给自己一些安全感，这时我又听见了客厅里传来奇怪的声响，好像是鞋子摩擦地板的声音，我不太确定，于是屏住呼吸，光脚下地，把耳朵慢慢贴近卧室的房门，感觉有脚步声渐渐离远，好像进了厨房。再从厨房出来后，推门去了隔壁的卧室，耳边真真切切的推门声让我确定家里真的进人了。我在网上买到了没格式化的2手机，里面居然有我的照片，而现在那个机主就在我的客厅。耳边真真切切的推门声让我确定家里真的进人了。我脸色陡然变得苍白，全身止不住的发抖，极力不发出一丝声音。我贴着房门蹲了下来，
手指颤颤巍巍拿着手机，刚输入110要拨打电话，我突然反应过来，警察就算赶到我家也需要时间，何况我现在说话，外面的人肯定能听见，万一他急了那就糟了。我沉下心，编辑短信给12110，警察，我家进了人，就在客厅里，我现在很危险，请你们赶快过来。我家在马吉小区3单元5楼507房间。拇指一按，消息立刻发了出去。正当我稍微松了口气，耳边响起3下敲门声，沉重有力，我的心脏快要跳出来，整个人都蜷缩在墙角，浑身止不住的发抖。随后我听到一门之隔的外面传来一个极为温柔低沉的男音，他一字一顿，仿佛正在盯着一个已经进入牢笼的猎物。徐真真，我知道你没睡，我要进来咯。我逃也似的跑到床上，用被子把自己捂住，抖得像筛糠一样，我连声音都发不出来。外面的人转了转门把，发现门从里面锁住了，他猛地抬脚踹了一下，行径粗鲁暴躁，可他的声音依然温和，一声声引诱着我。出来吧，把门打开，我看见你在被子里呢。我蜷缩在被子里，嗓子里像塞了团棉花，极度的恐惧让我说不出话来，他的力道越来越大，我听到了木屑的破碎声，透过被子一角，我看到了一只邪恶的眼睛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嘴角勾起诡异的笑。你还是和从前一样不听话，我真的要生气喽。男人温柔地说完这句话，一脚将门板踹倒，门板的轰塌声重重地落在我的心上。男人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，黑暗的光线下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能看到他2排白森森的牙。他在笑。我不能坐以待毙，猛地从床上跳下来，钻进了卫生间。这个卫生间门相对而言坚固一些，就在我以为他能替我挡一阵时，男人猛地撞了过来，下一秒他的半个身子探了进来，嘴角扬起玩味的笑。我忍不住尖叫起来，恐惧和恶心的情绪交织在一起，我吓得瘫倒在地上。徐真真，你怎么这么胆小，一点都不好玩。男人勾起我的下巴，有些遗憾地说，求你放了我。我小声的哀求。放了你？怎么可能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男人温柔如水，用手指碰了碰我的嘴唇，冰冷的温度让我忍不住哆嗦了一下，用2只手拼命地向后，最后贴到了卫生间的墙壁。怎么办呢？无路可逃了。男人嗤笑着问，你别过来，你要是再敢走一步，我就跳下去。我的话音还没落，男人就挑衅地向前了2步，下一秒我被他轻而易举地拽起来，然后把我的脑袋塞到窗外，风和泪水不停地往脖子里灌。你不是想说要从这儿跳下去吗？我现在就成全你。男人轻描淡写地说完后，托起我的整个身子往窗外送，身体完全腾空的刹那，我真的怕极了，忍不住尖叫起来，2只手拼命地想要抓住窗沿。面对我的胆怯，男人冷笑着奚落着，既然你不想跳楼，没关系。他把我丢在了角落。我想到了一个新死法。说罢，我看见他掏出一把利刃，直直地划向我的脸。我惊恐地尖叫一声，头一歪晕了过去，一杯冰水无情地泼在我的脸上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发现人已经靠在了床上。想到之前恐怖的一幕，我伸手想要摸摸自己的脸，抬手时发现4肢被他绑了起来，根本动弹不得。放心吧，你目前并没有毁容，不过一会儿就很难说了。站在床边的男人突然开口，这一瞬我终于看清了这个男人的脸，竟然和手机里的相片一模一样。是你卖给我手机的人，怪不得他能叫出我的名字，因为订单上我用的是实名信息，所以送性感内衣的也是他。是不是很惊喜啊？你到底是谁？想把我怎样？我不敢看他的眼睛，弱弱地从胸腔中挤出一句话，你竟然不记得我。男人遗憾地说。我偷偷地瞄着他，男人的五官很俊俏，很符合我的审美，可惜我并不认识他。我连忙摇摇头。你不记得我就算了，可我记得你，这么多年每一天我都没忘记。男人的脸一下子冷了下来，我吞了吞口水，不敢吭声。那这个呢？他用力扯开自己的衣服，我看到一条如蜈蚣般长长的疤，将胸膛撕成2半，让人毛骨悚然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男人突然像疯了一样笑了起来，脸上写满了阴鸷。徐真真，我有今天都是拜你所赐。他突然扼住了我的脖子。你给我听好了，我叫王帅，是帅气的帅，不是衰败的衰。他一字一字地吼道。王帅这个名字让我莫名的熟悉，可记忆库里却没有这个人的痕迹。抱歉，我真的不记得你。还真是讽刺，这么多年我做梦都想见到你。
王帅笑着看向我，阴森森地说，然后将你狠狠地踩在尘埃里。我还来不及开口，他竟然哼唱起来。胖头鱼叫王帅，又胖又丑没人爱，见班花口水淌，哭着喊着做新郎，耳又聋眼又花，就是一只癞蛤蟆。听着他的哼唱，我的心猛地一沉，终于想起眼前的这个人是谁，怎么可能是他？惊悚从我的脚底蔓延到了天灵盖。我在某鱼上买到了没格式化的二手机，里面居然有我的照片，而现在那个机主已经闯进了我家。胖头鱼叫王帅，又胖又丑没人爱，见班花口水淌，哭着喊着做新郎，耳又聋眼又花，就是一只癞蛤蟆。这声音让人不寒而栗，我终于想起来他是谁了。怎么会是你？我瞪大眼睛。高中时代的我因为家庭条件优渥，加上学习好长相佳，身边的人都拼命地讨好我。我在学校里格外嚣张。高一时班里来了一个转校生，名叫王帅，老师安排他做我的同桌。那时的王帅又矮又胖又丑，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，一开口脸就红，就是个小透明。我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。许真真，王帅说他喜欢你。一个男生戏谑地对我说，我从小到大不乏追求者，可是被王帅那样的丑婢喜欢，感觉是天大的耻辱。我气哼哼地回到座位，王帅小心翼翼地将一盒小蛋糕推到我的面前。吃块蛋糕吧，甜食能让人的心情变好。谁喜欢吃你的破蛋糕？和你的人一样恶心。我气呼呼地拿起蛋糕直接糊在他的脸上。王帅被我的举动吓坏了，怯怯地看着我。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？你活着就是个错误，我咬牙切齿地说。王帅落寞地看了我一眼，伸手抹了抹脸上的奶油，默默地走出教室。我迅速找老师换了座位，却没能制止流言的传播。只要我和王帅同框，同学们就开始起哄，看戏一般对着我们不怀好意地笑。王帅的存在仿佛将我钉在耻辱柱上，让我抬不起头来。许真真，你和王帅的婚纱照被贴在了黑板上。早晨，一个同学从班级里跑出来，幸灾乐祸地对我说，我和王帅的学生照并排贴在黑板上，照片的周围画着彩色的气球和鲜花，最上边写着4个大字，新婚快乐。班级的同学开始鼓掌起哄，祝我们早生贵子。我的脑子嗡的一下子炸开了，抓起板擦发疯似的在黑板上乱蹭，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。男主角来喽！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，同学把目光投向出现在门口的王帅。黑板上的婚纱照是你布置的吧？还真是用心良苦呢。哎，赶紧向许真真求婚，说不定她就会答应你。有同学开始起哄，不是我做的。看到黑板上的内容后，王帅脸色煞白，连连摆手。看着他那张对不起观众的脸，我烦躁极了，抬手将板擦狠狠地丢了过去。板擦砸在王帅的肩膀，然后落在地上。你这只癞蛤蟆，赶紧滚开！我的话音刚落，王帅眼里的光一点点褪去，小声地说了句对不起。我开始带头孤立王帅，同学们看我针对他，也乐得看戏，对他非打即骂。不善言辞的他越发沉默，整张脸上写满了灰败，就像是一颗快要枯死的植株。课间，王帅再次走向我，他的靠近让我浑身不自在，胃里都在不停地翻腾。那真的不是我做的。王帅局促不安地说，滚远点儿，我不想看到你。我烦躁不安地想要尽快赶走他，害怕我们又成为焦点。不是我。王帅的眼角挂着泪珠，想让我相信你可以，你现在就死给我看，用死来证明你的清白。我轻蔑地看着王帅，嘴角衔着笑。王帅脸色苍白，愣愣地看了我几秒，然后无声地走出教室。不久，窗外传来一声巨响。许真真，你终于想起我了。王帅用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脸颊，掐住我脖子，手掌微微用力。我缺氧到喘不过气，两只被绑起来的胳膊奋力又徒劳地挣扎。我没死成，你一定很失望吧？他的笑容越来越夸张，可丝毫没有温度。我看着他发疯似的大笑，直到我快翻白眼了，才大手一松，我肩膀剧烈耸动，头一次这么贪婪氧气，大口大口呼吸着，无助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，用力地咬住嘴唇，拼命摇头。王帅，你放过我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其实你跳楼后，我真的很自责，每天被噩梦困扰，我还得了抑郁症。后来一个心理医生帮我封存了那段记忆。放了你，说的轻巧。你感受过被人羞辱、生无可恋的味道吗？你体验过骨头4分5裂的滋味吗？许真真，在我的面前，你不配谈条件，这些都是你欠我的。
王帅的双眼充血，他不停地在笑。放过我好不好？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再次低三下四的哀求。哼，如果那天我没有跳下去，你一定还会像以前那样对我，又怎么会知道你自己是错的？王帅的话让我顿时哑口无言。你现在的结局叫罪有应得。王帅说完这句话，举起刀对准我的胸膛。就在我以为自己要命丧黄泉时，警察突然破门而入，也将王帅制服。泪眼朦胧中，我看到了墙边挂着的花，它的名字叫紫色风信子，花语是救赎和忏悔。每个人都渴望忘记过去的不快，尽情地拥抱今天。可是我今天的遭遇就是昔日种下的恶因。校园暴力会对一个孩子的身心造成不可逆的伤害。雪崩到来时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如果你深夜回家，突然有个老头拉住你要喂你鸡蛋吃，你会怎么办？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是我搬到这个小区的第3天。看着老旧的楼梯和斑驳的墙壁，我安慰着自己，一个人住在哪都一样，况且这能省下不小的花销呢。这天下了夜班的我刚踏入小区，那周围一瞬的寂静以及若有若无的路灯，不免让我心里发毛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哼着歌给自己壮胆，脚下的步子也加快了起来。走到楼下的我总算松了一口气，伸手擦下额头冷汗，用力地咳嗽了一声。可惜声控灯没有亮，我再次尝试了一下，结果还是一样的。不会吧，这也是坏的？我有些绝望地看着漆黑的楼道，身上的汗毛不自然地竖了起来。我纠结了一阵，还是鼓起勇气，借着手机的光亮一步步走上楼梯。刚走几步就闻到楼梯间弥漫着一股菜香味，这让本来饥肠辘辘的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就在我回味时，突然一只手抓住了我衣角，我下意识地想到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再也抑制不住心里的恐惧，放声尖叫，瞬间后退了好几步，企图挣脱那个东西。你回来了，吃个鸡蛋吧。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角落里传来，我定睛一看，2楼的拐角处竟然坐着一个老人，手里还递着剥了一半的鸡蛋。可我刚才为什么没注意到呢？爷爷吓到你了，对不起呀。老人声音低沉地和我道歉。见到老人认错态度好，我便也没说太重的话。爷爷，大爷，您认错人了呀，我不是您孙女，您真是吓了我一跳，现在心还砰砰跳呢。太晚了，赶紧回家去吧。不是我孙女儿，那我孙女儿呢？她还没放学吗？我看着眼前一脸无辜的老人，意识到他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症。大爷，您住在几楼啊？我就住3楼。老人指了指楼上，大爷，我就住您楼上，现在太晚了，我送您回去吧。只见老人摆了摆手，不用了，我还要等我孙女呢。你要吃个鸡蛋吗？老人笑眯眯地再次举起手中的鸡蛋，我还是婉拒了老人，转身回了家。因为工作太忙，我转头就把这件事情忘掉了。隔天下夜班后走进小区时，才又想起了楼道没灯这件事。但意外的是，今天的楼道竟然是亮的。这个世上真的有雷锋。刚从2楼往上走时，我下意识地望向拐角，老人真的坐在那里，手里依旧握着一颗鸡蛋。他听到我的脚步声，微眯的眼睛猛地睁开来，昏黄的灯光下是一张皱纹纵横、面色无暗的脸。他的嘴巴咧了咧，露出黄牙，冲着我笑。一种莫名的恐慌涌上我的心头，我下意识地后退了2个楼梯。你回来了，今天不黑了吧？吃个鸡蛋吧。大爷，您又认错了，我不是您孙女。大爷，这灯是您安的？我意外地问。老人点了点头，一脸傲娇，甚至还有些害羞。您老可真棒。我冲他竖起了大拇指。不过下次登高的事情还是让年轻人来做吧，毕竟您岁数大了。我身子骨硬朗得很。老人从椅子上一下子站起来，速度特别快，我生怕他一个不留意扭到了腰。我看着老人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，可是一天的疲惫让我来不及多想，匆匆回家休息。很快就迎来我的第3次夜班，因为贪凉的关系，我的胃开始不停地折腾。回家走到2楼转角时，冷汗已经把我的衣服打透了。姑娘，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？我2只手捂着胃，早就疼得说不出话来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时，人已经躺在医院的病房里，老人早就不见了踪影，桌上只有2颗水煮蛋。护士，送我的大爷在门口吗？我问巡房的护士。护士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体温计给我。你只是肠胃炎，并没有发烧。隔天出院后，
我想着去感谢一下大爷，但敲了许久的门也没有人应声，难道是出门锻炼了？想着晚上他应该还会坐在楼梯口，便先回了家。可到了晚上，我再次下楼，却发现那个拐角只有一把凳子，但不见大爷。想了想，我再次去敲了他家的门，可房门始终没人开。我担心大爷身体有个好歹，就给物业打了电话，希望工作人员可以来看下情况。你确定是这家？物业经理看了看3楼斑驳的房门，表情怪异地看着我。我点了点头，把自己的经历简单叙述给他听。你确定自己没记错？物业经理的表情变得扭曲，说话声音有些颤抖。可301早就不住人了呀，这家原先是有个老爷子，还是老年痴呆，但是他已经去世4年多了。啊！我震惊地睁大了眼睛。老人是个苦命人，无儿无女，一手带大了领养的孙女，可孩子在上学路上出了意外，后来老人得了老年痴呆，去世后这个房子就一直空着了。那我每天晚上见到的是……我失魂落魄地回了家，但仔细想想，反而也觉得没那么害怕了。这个老人家尽管忘了自己是谁，却时刻想着等孙女放学，他也总是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留给孙女吃。之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个大爷。我猜他和孙女应该再次相遇了吧。他牵着孙女的手送她上学，孙女手里高高举着大爷包好的鸡蛋，